你的灵魂迷路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子虫，欢迎来到灵魂通魄中。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场梦，一场藏住我们对婚姻幻想、误解与伤痛的梦。电影《Inception》的潜台词：婚姻其实是一场潜意识的战争。你还记得《Inception》这部电影吗？中文叫做《全面启动》。很多人说它是部烧脑片，一层一层的梦境，一场又一场的冒险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最让人心碎的，不是梦里的枪战，也不是那颗陀螺到底会不会停，而是那个一直出现在 Cup 中里的女人 Mel。他不是敌人，他是他最深爱过的人，也是他内心最放不下的那个人。他死了，但他还活着，活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活在他的罪疚里。他出现在每一个任务里，不是为了阻止他，而是提醒他，你还没放下我。我们以为这部电影在讲梦境科技，但它真正探讨的其实是一段婚姻如果没有处理好情绪与伤痛，即便对方离开了，那段关系还是会像幽魂一样纠缠着你的人生。你知道吗？在潜意识里，我们从未真正分开过。我们对婚姻的幻想才是让人受伤的起点。我一直觉得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种浪漫的幻觉，找到对的人，你就会幸福。他会懂你，接住你，永远支持你，然后你们会一起走完一生。但真正进入婚姻，或者只是长期关系的人都会发现，没有人能一直无条件支持你，因为他也累，也有他的伤，他的孤单与不被理解。很多婚姻会在某个时间点破碎，并不是因为谁变了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幻想太重，我们对关系的期待从来就不是现实能承载的重量。有些人心里其实在说，我已经这么累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懂我？但嘴巴说出来的却是，您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我们忘了，大多数人不是不想给爱，而是已经在自己的伤口里，没有力气再额外照顾一段沉重的情绪。婚姻不是避风港，婚姻是一场修炼。你得学会看见一个不完美的灵魂，依然愿意陪他一起前进。不是他会一直撑住你，而是你们能不能互相扶着，不跌倒。这些没说出口的情绪，其实是潜意识的求救。我们常常以为对方说话的方式就是他真正的意思，但在潜意识治疗里，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情绪性语言其实都是一种求救。一个人说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，可能是在说，我觉得我好孤单。一个人说，你都不关心我，可能是在说，我好希望你可以多看看我，哪怕只有一下下也好。这就像一个小孩肚子饿了，不会说，我需要营养，他只会哭，会闹，因为他还不会用语言表达，我很不舒服。成人其实也一样，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成熟，但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，很多时候其实还停留在本能。在婚姻里尤其如此，一方情绪崩窜时，另一方往往只看见情绪，却没听见话语背后的渴望。于是我们就不再靠近对方了，因为你以为他想上你，但其实他只是想你靠近一点。
如果你愿意静下来问，你是不是很难受？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开始听见对方心里那个从来没长大的小孩。在 Inception 的最后， Cobb 终于面对了梦的幻影。他轻轻地对他说，你不是他，你只是我的记忆，是我的投射。那一刻，其实不是他放下了他，而是他放下了自己的幻想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都有一个心中的剧本，我们渴望对方完美，理解我们，始终如一地爱着我们。但人不是剧本里的角色，他会累，会变，会说错话，会有他不愿让你靠近的角落。当我们愿意拿掉那些你应该怎么样的投影，你才会真正看见他这个人，不是你想象的样子，而是他真实的样子。而真正的连结，不是来自两个完美的灵魂互相欣赏，而是两个不完美的灵魂依然选择留下来，愿意一起修补，一起成长。 Cobb 最后选择放下那个梦，选择回到孩子身边，不管那是真实还是梦境。他终于明白，爱不是执着，不是控制，不是丑八，而是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对方。这就是我们每一段关系里都需要经历的觉醒。其实我们都曾经幻想过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完全懂我，包容我，永远陪我，该有多好。但今天我们终于明白，爱不是幻想的延续，而是换之后仍然愿意留在彼此身边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在关系里撑起所有，你只需要练习说出你真正的需要，也练习看见对方说不出口的渴望。在那个最近的地方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潜意识里的伤不是为了让你重蹈覆辙，而是要你学会爱得更成熟，更自由。现在，请你闭上眼睛，想一想，那个你曾经不被理解，渴望被爱的小小自己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抱抱他，告诉他你已经够好了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你值得被爱，也值得平静，你不孤单，你的灵魂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我是梓潼，感谢你今天愿意与我一起走进灵魂通波中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。